大家好，你手上有多少派币呢？你相信它能让你实现财富自由吗？大家好，我是小玄子，今天我们要聊一个火热而充满争议的话题——财富。这一次，我们的目光将聚焦于被誉为 Web3 基石的 Pi Network 项目，就连网络上预言准确的辛普森动画也能找寻到 Pi 的踪迹。这张图被大家说成是 Pi 的价格图，但实际上图上面的英文是说美国企业实际税后利润。哦，其实跟 Pi 的价格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为何这么多人还要相信那是价格图呢？这期的主题非常直接，那些拥有超过1万颗 Pi 币的人，真的能在主网上线后实现财富自由吗？先别急着下结论，我们从头开始分析。这些年来，你是否曾在 YouTube 或 TikTok 上看到那些加密货币的鸡汤大师激励你？这将是你改变命运的机会。2022年 ，Pi Network 一度让大家充满期待，有人甚至早早的为自己准备好了梦想别墅的蓝图。结果呢？不少人觉得自己成了笑话，黯然放弃。然而，今年情况出现了逆转，项目方宣布即将上线主网，许多人又重新燃起了希望。包括年初时，我也开始学着在家里设立节点，加速挖矿。因为嘿，谁不想成为下一个加密货币的富豪呢？至于我为何认为派项目会成功呢？其实答案很简单，这个项目的潜力巨大，因为它不仅依靠技术，更重要的是依靠庞大的社群力量，规模就是力量。当一个项目只有100人的时候，你可能会认为这是个老鼠会；当参与者增至1000人时，你可能还会怀疑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诈骗。但当一个项目吸引了几千万人参与的时候，那它就不仅仅是一个项目了，它已经变成了一股社会运动。就算一开始再多的质疑声，也无法否认它的潜力和影响力。毕竟拥有这么庞大的用户基础，无论是用于市场交易、推广还是发展应用，都会拥有无可比拟的优势。接着，让我们从大局出发，在全球金融市场上，28法则的定律总是存在。尼可拉斯博士 Pi Network 创始人的初衷无疑是好的，让每个普通人都能轻松进入虚拟货币世界，实现人人均富的理想。然而，现实却有些残酷。你想想，若你是那些掌握金融权柄的大佬们，会轻易让这样的梦想成为现实吗？如果成真，他们的优势不就消失了吗？毕竟，比特币的价值飙升至每颗数万美元，也不是一夜之间的事，而是经历了漫长的市场震荡和需求积累。那么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Pi 币在主网上线后，价格可能的走势。假设一旦 Pi 币上了主网，它的价格会如何走势？10到50美元可能是个不错的起点，但要记住，那些金融大佬们绝不会袖手旁观，他们会抓住时机，在价格低廉时大量收购Pi币。这意味着初期价格可能不会太高。你们知道吗？31万档的朋友们可是加密货币界的乐观代表，他们相信Pi币能一夜之间飞天直上，突破31万美元的天际线。如果这是真的，我也想加入你们的行列，买个梦想别墅了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你们的期望太高，一旦落差过大，假设主网价格才$1，很可能会引发抛售潮。而且一些发展中国家有很多人还有家庭和孩子需要养活，因此一有价值后，Pi币在发展中国家的持有者手中很可能待不久。这正是资本家们期待的机会，低价收割Pi币，然后等他们手中的币数符合28法则后，再开始炒作。所以Pi币一开始的价格绝对不会高。那些1Pi等于31万的党员，想看鸡汤的话，可以直接跳过视频了。但是记得不要点到赞，毕竟我都是理性分析，不是在唱衰你。但是你们是推升Pi币价格的最好帮手，为何呢？请接着看下去。许多坚定支持1Pi 31万理论的人，大多来自发展中国家。对于资本家来说，这些地方正是廉价劳动力的供应地。试想一下，如果Pi币真的达到31万美元，那谁还会帮他们工作呢？所以当我看到一些封面写注个31万，或者直接标出价格来骗取流量的视频时，我通常会选择跳过不看，因为这样说的人大多没有太多的国际形势分析的概念。所以说，选择往往比努力更为重要。虽然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出生环境，这是人生的无奈，但对于那些有缘看到这段视频，发展中国家的朋友们，我的建议是，如果你已经拥有了Pi币，在主网上线后，不妨再耐心持有一段时间，也许未来还是有机会实现31万的梦想。但是31万档的信徒们也是这个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由于任何事物的价值都需要声量和流量的支持，而他们的存在正是推动Pi项目成功的重要力量。毕竟没有热度就没有资金的流入，所以31万档的支持者应该专注于自己的角色。还有，大家也不必责怪那些囤币买卖的人，这就像房地产市场中的投机者一样，没有他们的炒作，价格又怎会上升呢？而项目方也会对过度投机者进行必要的惩戒。
例如收回或封锁期矿时，来维持市场的稳定和健康。所以，从我的视角看，不论是好是坏，所有人都在为这个生态系统做出贡献，而项目方则扮演着维持平衡的管理者角色。至于有些朋友问我如何让周围的人相信 Pi Network 的未来，其实这并不是一个话术问题，而是一个人心问题。就像你送他们免费的食物，有些人也会怀疑你是不是在下毒害他们。反而如果你把东西卖贵一点，并且有点偷工减料，他们才会觉得这东西是好的。这正是所谓的佛度有缘人。如果人人都能被度化，那佛直接用法术变一下就好了，何必建立那么多机构呢？所以那些人就不用管他了，专注于自己能做的事，建立节点，提升算力，比浪费时间去争辩更实际。所以呢，那些拥有破案派币的人，想利用派来达到财富自由，我个人的看法是，最快时间点也是上主网后的2到3年才有机会。接下来，我们换个角度来看这个话题，也许能激发你更多的思考。首先来看看投资者的心态，很多老练的投资者会告诉你，他们看重的不只是市场热度或技术炫酷，而是这个项目是否真的有长期的应用价值。Pi Network 的愿景是打破现有金融系统的壁垒，建立一个真正去中心化的经济体系。听起来很美好，但实际情况是，现在的区块链技术还处在发展阶段，这需要时间和市场的验证。就像种下一棵树，你得先让它生根发芽，而不是期待它明天就能结出果实。再来看看怀疑者的视角，在社交媒体上，有很多人对这类项目持怀疑态度。他们的观点是，免费挖矿项目往往伴随着泡沫风险。在加密货币世界里，谁不想成为下一个比特币呢？但别忘了，比特币的成长是一个特殊的例外，要想复制它的成功可不容易。就像在热闹的夜市里，大家都在卖全台最美味的鸡排，但真正能排队排到街头的又有几家呢？当然，我们也不能忽略乐观者的梦想。这些人对 Pi Network 的未来抱有极大的期待，他们相信，虽然短期内价格可能不会像火箭一样暴涨，但随着 Web3 的普及，派币的价值会慢慢浮现。对他们来说，这更像是一场马拉松，而不是100米冲刺。他们愿意长期持有，等待派币成为下一个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加密货币。最后，还是那句老话，无论你是31万党的忠实支持者，还是理性分析的拥护者，最终还是那句话，选择你的未来，等待你的机会，选择相信 Pi Network 的未来，选择耐心等待它的成长，而不是急于求成。在这个充满变数和机遇的世界里，理性的乐观比盲目的自信更持久，也更可能带你走向真正的财富自由。毕竟，幸福不只是急功近利的结果，而是漫长等待中那份坚定的信心。记得点赞分享。如果大家想看其他的分析，不管是政治、金融、玄学方面，请留言给我，我会帮大家制作相关视频。以上，我是小玄子，朋友们，我们下回见。